部门来了个有钱巨婴，陪他午睡一次给5000，帮他带一次饭给1000，带加班一次给4000。发小鄙夷拉住我，人不能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了吧？可后来我奶奶摔断急需医药费时，他却坐在董事长的宝马里嘲讽我，还偷偷拍下我向董事长求助的视频，污蔑我是董事长养着的小奶狗，害我被人人唾弃。最终没筹到医药费，还被赶出医院，终身瘫痪。我在精神恍惚中被董事长老公开的车撞飞，再睁眼回到巨婴实习生刚入职那里。这个工位我不喜欢，谁跟我换一下，我给他1万块钱。庄必凡见没人理会他，脸上有些许尴尬，恼怒的把价格抬到了2万。我正要开口，却被发小楚生拉住。不信他就是死装货，换个工位给2万，我就不信他有那么多钱，你可不能上当。毫不犹豫甩开他手，飞快掏出手机，面带微笑道：“我跟你换，我的工位是这里最好的，不靠厕所，不靠门，还不对着空调吹，包你满意。”庄必凡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，正要给我扫码，不料我的手机打落，摔在地上裂了屏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以为我没有看见他眼里划过的恶毒。我捡起手机，简单检查了下，发现还可以用。你先扫码吧，扫好了我帮你换工位。话落就听到蚂蚁宝到账2万元提示音，办公室里的人都傻眼。我去，他居然真那么有钱啊！似乎是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巴结他。楚生冷哼一声，打算离开，拉住他淡漠开口：“你刚刚把我手机摔坏了，赔钱。”楚生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一脸不可思议的模样。父亲，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啊，这点钱还要我赔吗？他还知道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呢。他从高中开始一直霍霍我球鞋用我账号买，外卖用我账号点，连琐碎生活开支都是我在付出。上一世楚生喝醉了，我把他从酒吧背回家途中，他说自己当了董事长1年男朋友。他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的，身上都是名牌。我想跟他借点钱给奶奶看病，他却无情嘲讽我。哦，那现在不是了，从今天开始你不许再用我的任何东西，还有我手机昨天才买的，花了3999，货本记录在这里，你要么赔全款，要么赔我888换屏幕。你才到手2万块，还差我这800吗？你也太小气了吧！见我来真的，楚生脸色一变，开始装聋作哑。我拍拍手掌，开始大呼小叫。大家都看到，楚生这个没脸没皮的东西摔坏了我手机，连888块钱都赔不出来。以后大家可小心点自己东西，别让这种无赖穷鬼碰到。楚生咬着嘴唇，把指甲陷进肉里，脸色铁青。同事葛如烟走过来护住楚生，生怕他受到伤害一样。不就800块钱，你至于吗？你下班去做2天兼职，这点钱不是几天就赚到了。再说了，楚生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么斤斤计较干什么？亏他还当你是最好的兄弟呢。这么菩萨心肠，你替他给了呗。提到请我，如烟不说话了。父亲，对不起，我刚还了花呗，暂时没有这么多钱。你上班那么久了，连800都没有，不如去工作。楚生立马恼羞成怒，要过来扇我，柳如烟拦住了他。父亲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你们俩原来关系那么要好，就为几百块钱闹翻了，不值得的。他当然觉得不值得了。这2年，他跟楚生一起吸我血，节约了不少开支。柳如烟拉过楚生和我的手，想让我们和好。楚生愤怒甩开他的手。父亲，你记住，是我不想跟你做朋友了。你干嘛？那800块钱我会还给你的。说完，楚生摔门离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嘲讽一笑。这时，实习生又靠过来了，我立马换上笑脸迎接。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？能帮我带一份吗？我给你1000。蚂蚁宝到账1000元。听到语音播报后，我立马跑出门，直奔附近的麻辣烫。10分钟后，我带着2份老式麻辣烫回办公室。路过董事长办公室时，里面传来熟悉的不可描述声音。我悄悄向门口贴近。就在这时，门被猛然推开，楚生一脸肾虚的从里面跑出来，见到我是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慌忙跑路。我才发现董事长老公端着一沓资料往董事长办公室走去，原来是怕撞上苦主，这才慌忙逃窜。好吃的麻辣烫来了，快过来吃吧。庄必凡闻到香味，一下就蹦了过来。这是什么？闻着好香啊！这家麻辣烫老板我认识，人老实，特别讲卫生，是这附近难得的美食。这时柳如烟也凑了过来，渴望能分一杯羹。好香啊，必凡，我能不能尝一下？你以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和我说。不行，我自己都不够吃。庄必凡吃了几口，护食的把麻辣烫端走，被少爷拒绝。柳如烟又看向我，可怜巴巴，眼神有种摇尾乞怜的感觉。我夹起肉丸，柳如烟主动递过饭碗，我直接绕过他的碗，夹给了庄必凡。给你。庄必凡高兴的又嗦了一大口面条。柳如烟灰溜溜自己点外卖去了。楚生从外面回来，闻着满屋子香味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斜着眼给我赚了888块，指着转账记录不情愿地说：“看好了，钱我赔你了。”我打开绿泡泡，点了收款，说了声好，就继续埋头干饭了。见我没有邀他一起吃的意思，他厚着脸皮拿来自己的筷子，夹起一块肉卷就想往嘴里送，被我一筷子夹了回来，丢进垃圾桶。楚生立马呵斥：“你干嘛？”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，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凭什么吃我的麻辣烫？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凭什么吃我的麻辣烫？楚生白了我一眼，不爽的把筷子摔地上。大家都是同事，吃你一点东西怎么了？
你怎么这么小气？以前我点的外卖你还不是老是吃我的，我跟你计较过没？你以前点外卖都是用我的账号花我的钱，我吃点怎么了？麻辣烫35一份，一口3块，钱到账就给你吃。楚生简直难以置信我会这么厚脸皮，怒骂一句后气鼓鼓的走了。我则是给奶奶打去了电话，为了避免发生上一世的悲剧，我再三叮嘱她这段时间不要干活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给爸妈一人转了5000块钱，让他们一定要看好奶奶。我还在网上选好了几双老年人防滑鞋，刚准备付款就提示余额不足。我疑惑，点开支付页面，就在前1个小时拼夕夕下单了20多单，都是直播设备和各种暴露衣服，甚至还有嗝屁袋。这一看就是楚生买的，为了防止我发现，他还设置了消息免打扰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把东西全退了，把所有的账号密码改了。楚生那边显示登录错误，他皱眉质问我：父亲，你是不是动我账号了？怎么了？我改我账号密码有你什么事？你怎么这么手欠？你凭什么乱动我账号？我上面还有好多东西还没到货。我的账号想怎样就怎样，不好意思，已经退了。说完，我把退货页面给他看。楚生急了，开始扭曲尖叫：你凭什么偷我东西？你凭什么偷我东西？我不管，我设备到不了就没法直播，我一天直播保底能赚200，我现在买，至少要3天后到了，你得赔我600。赔什么？你不服去起诉，我奉赔。还有你之前用我账号购买的东西，点的外卖我统计好了，一共3560，麻烦尽快还钱，否则我们法庭见。楚生看了眼账单明细，表情却变得平静。下个月发工资还你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果然下午我就刷到了挂我的帖子，标题是和奇葩同事一起工作是什么体验。接着上面阐述了我的各种奇葩事件，更过分的是说我当小白脸，为了更有信服力，每个事件后面都附了网图，看得我血压都高了。这无脑小作文一看就是柳如烟帮忙写的。像楚生这种奇葩只会躲暗处搬弄是非。随着帖子热度越来越高，我被彻底人肉出来，骚扰电话短信也随之而来。本来楚生就爱散布我的八卦，这下我在附近算是出了名了。出门有人时不时就在背后泼我，又一盆冷水过后，我彻底清醒了。我直接跑评论区说我就是故事的主人公，让不爽的人来骂我。我特意关闭了评论区，只允许关注后私信。这一引流给我带来了2万的粉丝，数量还在持续上涨中。等我涨到5万时，我把这些年楚生白吃白喝白嫖的战绩发了长贴，还附上各种截图。他的评论区瞬间沦陷了，大量的举报让他那个7万粉丝的账号一下被封了。楚生被人肉出来后，他的生活也变得一团乱麻，工位从来就没干净过。直到他外卖里爬出一只活蜈蚣，他才彻底破防了。他找了警察查出整他的人后，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。不过让他意外的是，那些人里居然没有我。午休时间，楚生开始在工位上直播。各位姐姐们，弟弟我呀，今天是第1天开播，给姐姐们一点福利啊。接着他就开始跳舞，时不时对着镜头撩下衣服下摆。没收到一个礼物就夹着嗓子喊一声姐姐，搞得我们都没法休息。我正要说他，庄必凡却拉住我，伸出充血红肿的脚趾。鞋子有点挤，脚趾甲长了好痛，你帮我剪下吧，给你1000。我快速找出工具，迟疑1秒都是对钱的不尊重。楚生悄悄把镜头对准我。生活不易，同事卖艺。给你们看看，我同事正在给富2代实习生剪指甲呢，真是为了点小钱，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怪不得你家世代农民呢。弹幕也跟着发来附和的声音。哈哈，看他的面相就是个穷人，没办法，上来就输在起跑线了。来姐，给你10块一根脚趾头，给姐剪剪。见他的粉丝都在调侃我，楚生脸上更得意了。我一边小心剪指甲，一边回对他：看来你吃的葡萄永远是酸的，谁家祖上往上数3代不是农民了？哦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以前卖了10几头猪才供你读完大学吧？那你算什么？吸着父母的血来大城市，就以为自己是人上人了？你也配教育？楚生气的脸都绿了。我收起工具，庄必凡满意，给我转了账。语音播报：蚂蚁宝到账1000元。随着直播间响起语音播报，直播间评论一下子又变了。什么？剪个指甲给1000块？这谁不迷糊？谁能拒绝财富的诱惑啊？人心在哪里？道德在哪里？少爷的地址又在哪里？楚生要跳至少5天的舞蹈才能有1000左右的报酬，而我只花了几分钟剪指甲就拥有他几天的打赏，怎么能不妒忌？见镜头还在我这边，我用手指挡住他摄像头。你自己播就好了，不要拍到我们，别拉我们下水。还有，你的脑子是什么做的？马上午休要结束了，大家都想要好好休息休息。你想钱想疯了吗？要播出去播，我故意刺激他。楚生果然气得过来扯我头发，我用力摔他大腿，手机支架掉地上，场面依然混乱。
10分钟后，柳如烟叫来人事，把我们2个拉开了。父亲，你好端端的，为什么欺负同事？人家只是想赚点生活费而已，就这么见不得人家好吗？你这个月奖金没戏了。是楚生打扰别人休息在先，这里是办公室，他整什么幺蛾子的直播？难道我们下午不用工作吗？你张口就设定是我欺负他，睁开你的眼看看，我身上全是他打的证据，他身上呢，有我打他的痕迹吗？我亮出被楚生扯秃的头皮，还有他在我脸上手上挠的伤口。人事无言以对，给了楚生一个眼神，示意他也亮出伤口。楚生死死咬着唇不回答。我亮他不敢当面给人事看，因为我专门就他屁股和大腿内侧掐，他走路都成问题了。这事只能不了了之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楚生越发肆无忌惮了，早上播，中午播，我们加班时他更是大播特播。庄碧凡看不下去了，给了他500块，他才消停会。这天，楚生得意朝我们炫耀，除了柳如烟附和他，我跟庄碧凡都不鸟他。今晚我就不播了，榜一大姐要请我吃饭，5星级餐厅宴，要不要给你们打包？富哥，我肩膀好酸啊，你帮我捏一下，我给你3000。听到3000块，楚生眼睛都直了。真正的富贵其实就在身边，只是他们抓不住这破天的富贵。这几日经过我坚持不懈的服务，庄碧凡已经认准我是他唯一的跟班了。好嘞，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按摩，给你试试，包你满意。楚生轻哼一声，赴约去了。结果半夜他给我发来定位，求求你了，快来接我。按照上一世的情况，楚生到了酒店后才发现，所谓的榜一大姐，其实是大哥为了不得罪榜一，他只好一杯一杯的陪酒。可他喝醉后，榜一大哥硬是不让他走，还要强行拉他去酒店。钱是我接到电话第一时间往酒店赶，连闯3个红灯才救下他，可他最后却要了我的命。这次我也去了，不过不是为了救他，我拍下了他被肥胖油腻男搂进酒店后的视频。第二天一早，楚生顶着乌黑的眼圈给我们带了精致的早餐。这一笼包子要128呢，你们肯定没吃过，这可是我的富婆女友特意给我买的。楚生，你够义气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贵的包子。还是你有本事找个这么有钱的女朋友，直接少奋斗30年。给你们看她照片，这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白富美。楚生给我们看了他精心搜罗来的网图。别看了，父亲，你这辈子都遇不上大小姐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是喜欢靠自己努力。楚生脸色难看的像吃苍蝇一样，正要说些什么，一通电话下来，脸色突变，我的嘴角扬起一丝笑容。楚生啊，楚生，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3个小时后，他捂着红肿的脸，一瘸一拐的回来了，走到我身边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强行拉走我，把我推到墙角。是不是你干的？只有你知道我昨晚的定位。你为什么要把视频发给董事长？这是兴师问罪来了。我干什么了？你最好说清楚，什么视频跟董事长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昨晚没有来滨江酒店吗？当然不是我昨晚睡得跟猪一样。楚生皱眉，有气撒不出。他思考了一会，似乎也排除了我，因为他没有透露过他是董事长小白脸的事。楚生脸色缓和了，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，下一秒跟我低声下气的道歉：“对不起，父亲，我误会你了，之前都是我太自私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啊？”朋友是做不成了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就行了。那好吧，我腿受伤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去主管办公室拿下策划案？我交错了。上一世他也让我去替他拿东西，但第2天我就被全公司通报说我偷了他的策划案。由于监控显示我确实去过主管办公室，最后我被劝退，还被全行业封杀，他却得以升职。想到这里，我握紧了拳头，看向他的眼神也多了恨意。好，我可以帮你去拿，那你也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会不会很麻烦？你以后午休就别直播了，可以吧？那不行，我房贷还没。差点一口气说出来，楚生连忙改口。不行，至少得播半个小时。怪不得他突然想直播，感情是有人给他买房了，要还房贷才这么努力赚钱。我往主管办公室走去，楚生悄悄跟在我身后偷拍。楚生正憧憬他的计谋得逞时，却被主管叫走。楚生，你的策划案怎么回事啊？楚生见我也在办公室，顿感不妙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就抢了他上一世的台词。主管都是楚生让我这么干的，他要我把策划案偷偷拿来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教授，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他想调包我策划案，不信你看视频查监控。楚生拿出自己的拍摄视频，主管黑着脸把监控调出来，只见我虽然进了办公室，也找到了他的策划案，但是我没有拿走，而是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做了某种决定。捂脸痛哭，给主管打电话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都是污蔑啊，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又能说明什么？反正我策划案都已经交了，而且又不是我来偷拿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缓缓打开了早就准备好的录音。
完完整整听完后，楚生整个人瘫软下去。他没有想到我会早有准备，意识到再没辩解的必要后，他跪下哭得涕泪横流，卑微祈求主管：“主管，我错了，我重新写一份好吗？能不能原谅我这一次啊？父亲，你替我说说话，我们不是好兄弟吗？”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，我们这座小庙恐怕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几分钟后，一则通报批评出现在公司官网和各个群里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董事长老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董事长有小白脸，气得他跟董事长大吵一架，还在公司墙上贴了寻人启事，奖金足10万，要求提供相关证据，还留下他的联系方式。我默默拍下照片，心情复杂回了办公室。中午，楚生肆意报复唱的跳得更大声了，我却感觉头昏昏沉沉的一觉睡到了午休结束，而柳如烟和庄必凡更是还在熟睡。我感觉很不对劲，我走过去观察柳如烟，她的脸很肿很红，呼吸得很艰难，我赶紧拨打了120。楚生听到我打120电话，脸上疑惑转惊慌。看样子我们身体疲乏和楚生脱不了关系。半小时后，柳如烟被120接走，楚生慌忙从自己柜子里拿了个小瓶子揣兜里，看他正准备出门，我叫住了他：“你准备去哪儿？”“垃圾满了，我去丢一下。”他主动丢垃圾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稀奇。认识这10几年，他连自己房间的外卖盒子都懒得收拾，此刻竟会主动去丢一个并不算满的垃圾桶，绝对有猫腻。我悄悄跟在他身后，见他把垃圾丢了后，又甩了几个小瓶子。他左右张望了一下，似乎松了口气，随即转身快步离开。我在他走后连忙捡走上面一串英文，看不太懂，但是我认识一个安定的单词。我小心保留证据，跟上楚生。只见他偷偷打了个电话，就往董事长室去了，不小心趴在窗户边，两人果然一见面就开始黏黏糊糊。你还知道来找我？你可是我心里唯一的宝贝，而且你老公最近发了悬赏，我可不敢得罪他，要是没了工作可就不好了。咱们得找个替罪羊把你摘出去。那我知道找谁了，就让父亲来背黑锅吧。我们虽然是朋友，但是他一直惹人厌恶的很。朋友也出卖，你真坏。找人当替罪羊，不知道该夸他们有才还是纯恶。刚刚还犹豫是否要曝光他们的关系，这下心里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。强忍着恶心把视频录完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董事长丈夫把楚生丢到公司门口，循环播放他跟董事长的视频，顿时公司都沸腾了。我也没闲着，找到刚醒过来的柳如烟，把事情原委告诉他。于是柳如烟跟我一起起诉楚生蓄意谋杀，因为证据链充足，楚生获刑7年。楚生的父母觉得他丢人，知道他入狱都没有出面。他奶奶知道后连夜卖了头猪，在去监狱的路上摔了一跤，他们家凑不出8万医药费，最终他奶奶只能终生瘫痪了。而我终于能摆脱这个奇葩的阴霾，迎来自己的美好人生。